拜托你了，早点把威廉姆送走，就可以早点让静安解脱。慢走。你说这毕苏生他还是不是人啊？他至少，他也是为静安考虑的。让一个艺术家为现实低头，已经是莫大的耻辱了。那你真的打算帮他？我心疼静安。10万块钱不多，但也不少啊。哎，找童卓瑶啊，他好歹也顶着你男朋友的名号呢，找他借一点。我最不想用的就是他的钱。关键时刻都帮不上忙，还是我找袁振明吧。别啊！万一袁振明告诉童卓瑶怎么办？我不说你找他借的不就行了吗？让他知道更解释不清楚。你刚说什么？我说你不要总偷看我的照片，真人就在你面前3维立体的，效果不是更好，触感更好。我知道啊，因为你太帅了，所以不敢直视啊。让你一直皱眉头。我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做的很不称职啊？没有，工作的事情，不想了。对不起，女士，您的借款额度不能再提高了。我能借多少？你还可以借3万，但是提醒你一下，信用卡的提现利息是5%，从提现日开始收取。您确定要借吗？那您填一下单子。我们不借了，不好意思。来，跟我出来呀！来。好了，我知道了，我马上到了。为什么不来找我？我欠你的太多了。你不欠我的，谁说你欠我的？而且我说了，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我有责任。你来找我帮忙，我必须得完成任务。毕苏生都知道给我打一个电话，你躲着我，你觉得我会舒服吗？可是你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帮我。不是说了吗？只要我愿意，我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拿着，你可以拒绝我，但是你不能剥夺我帮助你的快乐，不然我不自责。好了，拿着。要不然我只能辞职了，就消失在你的世界里面。哎，你忘了吗？我跟你之间这个缘分，他安排的。好朋友，行吗？只要你需要，我一直都在。那我有钱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还给你。哎，先欠着，先欠着。谢谢。
原来不只是忘了拿手机啊！小糊涂虫，周阳，不用说了。你现在是我女朋友，未来是我老婆，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为什么我给你的东西，你总是忘了带呢？嗯？你弄疼他了，能绅士一点吗？这跟你有关系吗？我是他好朋友，我是她男朋友。他不高兴就不行。文君，这位同事，我女朋友的事情由我来管，你尽量离她远一点。那个，先来后到，对不对？你比我懂。过来，你想跑去哪儿啊？刚才是我不好。如果在你眼里，我还是之前舞会上那个阮曼君的话，那你就放开我吧。对不起，我知错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都要告诉我。我知道，你什么都可以帮我，可是我不想这样。我想让你瞧得起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好像是为了钱才跟你在一起的。我想要理直气壮地站在你身边，好让自己能够配得上你。要知道，爱是给予，也是接受。给你我的所有，也正是因为我贪恋你的所有。别生我的气了，好不好？任总，抱歉让您久等了哈。一早上我们确实已经跟童总联系过了，他应该马上就到了啊。这都几点了？我请你转告童总，这时间的存在是为了让人遵守。
你弄疼他了，能绅士一点。这跟你有关系吗？我是他好朋友，我是她男朋友。他不高兴就不行。先来后到，对不对？你比我懂。童卓瑶发这么大火，这场面说是不是你跟戴锦杰商量好的呀？别胡说，反正这事儿我又不想再提了。哎呦，人童少爷都这么紧张你，你就心里偷着乐吧。对了，这周末陪我去逛街吧，他要过生日了，我想送他一个生日礼物。OK。哎呀，行不行呀？这2堆休克都看了10分钟了。多多，要不然我们再去别家看看吧。哎呀，别，这里的哪一个你没看过啊？要不我给你做主了，就这个吧，包了。哎，那可不行，还是我自己买吧。要不这样，你下次发了工资呢，你再还我好吗？小姐，把这个包来。哎，那怎么行啊？要这个吧，4000块，他可是童卓瑶啊。就要这个，谢谢。好啦，好吧。请问小姐需要什么？帮我把这对2万的袖扣包起来吧。好的。你看吧，叫你买不买，现在已经是人家的了。别看了，跟你无缘。哎，这酒你轻点喝，挺贵的。你这倒好，一仰脖当水给我喝了可还行。你在我们家喝了多少酒？你现在不舍得啊？要不是你们家多姑娘把我女朋友带去逛街，你以为我有时间过来陪你啊？行行，那你喝吧喝吧，反正过2天多多也不是我家的，看你还有什么理由？什么意思？你订婚的日程提前了？跳开订婚，直接办婚礼，真牛！不是你跟别人订婚，多多怎么办？我家多多就这点好，从来不跟我提结婚，也不要什么名分。其实结婚也就是个形式，以前怎么过，以后还怎么过呗，大不了低调点。任正明，你还是就个混蛋，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这种流氓事儿只有你能干得出来。你也先别瞧不起我，等轮到你那天，有可能你还不如我。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知道现在曼君在钟立涛的公司上班吗？不是吧？这不是杨虎口吗？我倒是希望只是巧合。可是你说我不能因为我们家的事儿让他辞职吧？这样太不公平了。你帮我稍微看着点，别有什么事儿什么都好说。这你想的也太美了。你妈是个眼里容不了沙子的人，她能轻易饶了你？别到时候把阮曼君弄得跟欧菲一样消失了，你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你和冯博文打架只不过是年轻人一时的冲动，我还帮着洁白，我还替你在洁白面前拼命解释。可你呢？你倒好，你居然是为了那个女的。所以呢？你知道自己姓什么吗？所以你去找他，叫他不要来见我，还把洁白叫过来是吗？对，把洁白叫过来就是为了让你清醒清醒。你别忘了你自己要娶的人是谁。那是你让我娶的人。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要我说啊，咱就不应该奢求什么真爱，凭什么就咱命这么好？从小到大，过得都比别人生活优越，锦衣玉食，这注定要缺失一部分补偿回来，要不然委屈自己，要不然就造孽委屈别人。如果那个别人是曼君的话，那我宁可委屈的是我自己。行了，豪言壮语留着跟他本人说吧，咱聊聊过生日的事儿。你说，咱要不要开个 party 庆祝一下呀？应酬太累了，我想2个人一起过。咱俩喝酒吧。洁白啊，你来你怎么也不早点说一声？阿姨可以给你做好吃的呀。这不是阿棉生日吗？我们就一起在家吃，给他过个生日。哦，哎呀，阿姨真的是老了，你要不说呀，我都把这事儿给忘了。可是我今天晚上已经有约会了，要不你们2个今天就2人世界，好吗？你尽会给我找机会，谢谢阿姨啦。你随意啊，我去换身衣服，我得赴约去了。哎，把这里当自己的家，好吗？任总那边最近1个月都约不到时间了，恐怕我们暂时的重点得放在刚才这块儿。两手准备吧。不过那任总也真够绝的，时间一到站起来就走，1秒钟都不等。他还挺有性格的。改天啊，我当面跟他道个歉。啊，对了，我让你查那个戴静杰怎么？已经查了大半个美国了，我尽快。今天你生日，下班回来一起吃饭，顺便帮我带些保养品，不许说不啊！哎，夫人这边又要吃保养品了，燕窝吧。今天必须要送到。今天啊？嗯。那加急得加钱呢。这样吧，明天早上5点半到公司过来帮我整理资料。还加吗？啊？你要知道，冯博文现在是打击佟卓瑶的一把利器，那他用手段抢了你的客户又怎么样啊？如果有一天需要，你都还能跟他坐下来，推杯换盏才行啊。我知道了。喂。嗨，婉君。啊，静姐啊。在忙吗？啊，有事吗？是这样，你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个饭。想跟你说点事儿。可能今天不行。你有什么急事儿吗？有点很重要的事儿，想征求一下你的建议。你在哪儿？我现在去接你。啊，先不说了啊，我先挂了，拜拜。叶小姐，阿梅呢？佟总晚上有事儿就不回来吃饭了，他给夫人买了燕窝，特意交代我送过来。不在啊？啊，他有事出去了。那就麻烦叶小姐帮我转交一下吧，谢谢。我先走了，叶小姐。等一下，他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你能帮我转达他，我
我在家里等他吗？童总今天晚上有应酬，估计得很晚，他应该今天都不过来了。叶小姐，再见。特意为你准备的，喜欢吗？生日快乐！许愿吧。我们一起。好啊。好可爱。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这是什么呀？打开看看。我知道你有很多比这个还好的，可是我现在只有能力送你这个。帮我带上。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你送给我的东西就是最好的。谢谢你。来。好美的雪啊！冷不冷啊？不冷啊，有你在，就不觉得冷。沿途中最美的场景，是我们遇见彼此。想你的呼吸渗透心底，想念的这幅许的什么愿望啊？我现在许了什么愿望还不能告诉你？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大不过天，但是在我心里，却没有什么能大得过你。这是我陪你过的第1个生日，我希望以后你每一个生日我都能陪你一起过。谢谢你，也谢谢你，唐先生。我要见冯博文。洁白，洁白。啊，叶小姐她已经走了。卓瑶没回来吗？啊，没有。哦，她让季东把燕窝给送回来了。啊，你先去忙你的吧。哎。 来了，阿姨，请进吧。你不用这么假惺惺的。我知道你不欢迎我，同样，我也非常不愿意再见到你。但是你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我就必须来问个清楚。你到底想对我儿子怎么样？ 阿姨，我们是……别急着套关系，我和你不熟，而且你别忘了，上一次是你自己信誓旦旦说和卓瑶没有任何关系，我还以为你算聪明，听得懂我说的话，掂量得出自己几斤几两，自然就会离开。我真没想到，你借着我儿子帮你的机会，你就缠上他了。我承认，我之前跟您说过气话。 那是因为我跟卓瑶之间有误会。说吧，到底想要多少？你不就是因为卓瑶能帮你，以为和他在一起就再也不用辛苦？这个条件我们可以满足你。开个价吧，只要你能答应离开我儿子，我绝不还价。阿姨，我尊重你，因为你是卓瑶的母亲。 不管你做出什么，我都可以体谅。可是我跟卓瑶，我是真心喜欢她。真心？好啊。你的真心值多少钱呀？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用钱来衡量。
也不是所有人都跟欧菲一样。欧菲怎么了？欧菲至少比你聪明得多，知道坚持到最后也一样什么都得不到，不如趁着行情还好，拿个不错的价格离开。你想清楚，我给的钱可不用你去做假证害死人。妈，你胡说什么呢？我胡说？我看你是疯了。你忘了福叔是怎么死在你面前的？妈，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就是害死福叔的人。你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你怎么对得起福妈他们？你给我夹手！我告诉你，他还教训起我来了。我不懂了，你说话一定要这么刻薄吗？我刻薄？哼，我看你就是被他迷昏了头。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还知不知道你是谁？钟立涛是谁？这谁跟你说的？你敢做就别怕有人说。你为了他居然去给钟立涛的公司帮忙，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你，童卓瑶，你爸爸在天上看着呢。你别忘了，你就是因为非要和欧菲在一起，才把你爸爸气死。凭什么你们妇女看上我的老公，我就要委屈自己让给你们？最自私的人就是你。你为了让海正娶你的女儿，你还威胁他，只要离开钟氏，就要毁了他的前程。你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你让一个3岁的孩子见他父亲，就像做贼一样。我告诉你，就是你，是你害死了你的女儿。没有我，能有你今天吗？那你也别忘了，是你让我娶的钟文。如果我早知道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会害死钟文，我是绝不会陪你胡瞎闹的。你一定要把我爸搬出来吗？妈，你是不是想把我爱的人一个一个从我身边赶走，这样你才会满意呢？你为什么总是要破坏我的感情呢？那是因为你是童家的人。那你呢？你为什么可以为了你自己的爱情，不顾别人的感受呢？张姐，张姐，你别担心了，医生说了，阿姨会没事的。我想跟我妈单独待一会儿。启德，帮我送洁白先回去。叶小姐，走吧。气死我了！我好心好意要帮他，他居然赶我走，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呢？来，把眼泪擦了。别哭了，这么点事儿啊，不至于。童卓瑶啊，肯定也是为他妈妈的事儿着急了。你也不是不知道，童卓瑶这孩子不是没礼貌的孩子啊。你怎么开始为他说话了呢？之前欧菲在的时候他就这样，现在他又这样，他是不是喜欢上那个阮曼君了？所以你就把童卓瑶帮助金河的事儿告诉林露云了。那是你说的，阿姨不干涉，我就得看着他跟别人在一起，都是你说的呀。好，又是我错了，行不？对了，阿姨，我问你个事儿，咱们同事在金河有投资吗？金河？没有啊。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啊，没事儿，我就是听卓远的人说，阿闷为了见杨总，还专门跑了一趟马来西亚。我看他这么花心思，应该是有合作吧？啊，
那可能是吧。你知道的，我对公司的事情不太管的。我只是气不过他帮阮曼君，才告诉阿姨的。我没想到他们会吵成这样，现在阿姨也住院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关女儿啊，爸爸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非佟卓瑶不可？是。那好，不管怎么样，爸爸都会成全你。爸爸。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对不起，我妈心脏病发住院了，等我忙完第一时间找你。等我。你想清楚，我给的钱可不用你去做假证害死人。妈，你胡说什么呢？我胡说？我看你是疯了。你忘了福叔是怎么死在你面前的？妈，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就是害死福叔的人。你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你怎么对得起福妈他们？是我不好，我应该陪在你身边的。是我不好，惹你妈妈生气，还害得她住院。没有。等妈病好了之后，我再跟她好好解释一下。你跟她解释，只会让她觉得我把你拐走了。陈父倒在我面前是事实。你别听他说那些，他说的是气话，好吗？也许我们就不应该在一起。阮曼君，你看着我，我告诉你，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我都不允许你跟我分开。知道吗？走吧。行啊。你能在印尼找到这么一家皮包公司，要不是你，我手上那堆破玩意儿就砸手里。感谢我的话就不用说了。做事情吧。静。多多，你知道吗？我以前啊，一直以为佟卓瑶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少爷，现在才知道他比我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呢还可怜呢。怪不得啊！我之前一问袁振明佟卓瑶的家世，他就一脸便秘样。平时看佟少爷吧，冷若冰山，我还以为都是他欺负别人。你想想看，你俩吵架的时候他那样。是啊，我以前还说了好多伤害他的话呢，现在才知道他是原谅不了别人的，原谅不了自己，所以才要把自己伪装成一副冷酷无情、百毒不侵的样子。其实啊，他比任何人都渴望一个温暖的家呢。我觉得呢，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你这还没跟佟卓瑶怎么样呢，他妈妈就3番5次的上门，这以后还不得跟你拼命啊？唉，我也后悔，我就不应该跟他吵架。这佟卓瑶的妈妈呢，已经出院了，
你就不要再内疚了。我觉得，你要不然还是搬回来住，万一他妈妈再来找你，我就帮你一起对付他。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吵架了。我希望他能明白，我跟他一样都是爱周瑶的人。也可以希望，他可以快点接受我。你这话真是酸呀。不过呢，我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袁振明的爸爸妈妈不在国内。妈，咱们两个能好好谈谈吗？我累了。您不要总是逃避好吗？逃避只会让事情越来越严重。那你就不要跟我提那个阮曼君。我劝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如果您非要这么做，那就让我离开同事吧。你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你为了那个欧菲已经把你爸爸气死了，难道你为了阮曼君还想把我气死吗？妈，你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你是在惩罚我，对吗？你是想让我对生活绝望是吗？不是，我是担心你像你爸爸一样感情用事，我怕你有一天会后悔。好了，我们先不说阮曼君这个人怎么样，可他现在在钟立涛的公司上班，我告诉你，他早晚会成为钟家对付我们童家的一把剑。如果你是因为这个的话，我让他辞职，您可以不要再干涉我们的感情了吗？那你让他先离开金河，再来和我谈条件。冯博文不会傻到自己去出面吧？可是突然出现的新客户，佟哲瑶必定会更加谨慎，别再适得其反。有人能让他愿意相信的。养了那么久了，总该发挥点用处。麦公，这事跟阮曼君没有关系，咱们能不能别把他给搅进来？从一开始就是你把他搅进来的嘛。酒会那天你别忘了，是你让老林给冯博文发的照片。请别伤害他。我想其他的办法。林姐，进去。我如果知道是现在这个样子，那天那场酒会我就应该带阮曼君走。我哪怕被佟卓瑶认出来，毁了外公的计划，我无所谓，我不在乎。但是如果现在我已经失去阮曼君了。如果现在是你从佟卓瑶面前把他挽回来了，只要你让他和你在一起，他就不得不站在佟卓瑶的对面，不是吗？先别忙了，吃点水果吧。还是奶茶。这个。好吃吗？好甜啊！感觉。你说，如果有一天金河和同事成为了竞争对手，你会对我手下留情吗？不会成为对手的，因为你是我爱的人。
你知道吗？嗯，我都想放开手上的一切，带你去到国外的广场上放鸽子，我们一起喂它食物。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什么都没有了，你想要跟我过那样的生活吗？当然想啊，我可以去给鸽子送外卖。来来来，我先喂喂你啊。嗯。但是如果我让你为了我，放弃你现在的工作，你愿意吗？你不愿意？卓瑶，你知道吗？遇见你的那天，我失去了一切，学业、事业、爱情，什么都没有了。你到底还是不相信我呀？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相信我自己。不能说我跟你在一起以后，就什么都不让我做了，那我不成废人了吗？我需要工作，我需要有安全感，我需要理直气壮地站在你身边。说得非常好，再奖励你一个。讨厌。只要你让他和你在一起，他就不得不站在佟楚瑶的对面，不是吗？帮个忙。这些是公司的客户资料，陈经理让准备出来一份合作意向，估计要加个班儿。当然，可以拿回家做，可以。当然可以啊，免费助理可不想失业。算了，当我没说过。对不起，我自己来了。算了，当我没说。今天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谢谢你。交给我来做吧。只要让他和你并肩站在一起，他就不得不在佟楚瑶的对面，不是吗？现在，就是你从佟楚瑶手中挽回他的机会。不就是辞个职吗？多大点事儿啊！要去哪儿不方便，让他来找我，钱多活少，肯定给你照顾好。就是因为这样，我更不可能让他去你那边。你想，如果他跟我在一起的话，连这点安全感都没有，那我心里会更不好受。谁让你妈总给你出难题啊？他是故意的。
他是想让曼君知难而退。可是现在曼君毕竟在中立涛公司，他是怕我被利用，这点我可以理解。可惜啊，那谁理解你呢？你说我早听你的多好啊，他就不会趟进这趟浑水里了。你还好意思提当初？我看你啊，你就是自己瞎折腾。哎，你说好端端的，你把阮文君赶出这公司，现在好了吧？骑虎难下了吧？左右为难了吧？没想到你这中文说的比英文还溜。哎，你先别转移话题，其实可以商量商量，大不了再把法务再拉回来啊。当初你让阮曼君进法务，他自己也是愿意去的，对吧？他的老师把他推荐给我做助手，协助我打一个特别复杂的官司。因为有他，案件进行得很顺利。我当时想收他为徒，把他留在正清，可惜呀，你程叔叔我照样被人拒绝。他说要帮她男朋友打理公司，等研究生毕业之后再考虑个人的工作问题。你可以啊你。工资我出，您只要帮我给他安排一个适合的职位。这不可能，他连资格证都没有，怎么当律师啊？你让他来我这儿工作，你说他能干什么？我总不能让他扫地擦桌子吧？可是您之前不也认可他的工作能力吗？大不了不出庭，不做案子，你给他一个普通的法务做总可以吧？一个律所靠的就是信任。是我们无法证明网上的真伪，即便是假的，他总不能每见一个客户就澄清一遍事实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能给客户带来足够的信任呢？如果我让他去你们同事做法务，你能接受吗？我可以接受啊，只要你可以安排合理，让他只为我工作。钟瑶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让人知道我们律所雇佣了这样的法务，那你程叔叔我多年苦心经营的这点信誉可就……你真是难为我呀！哎呀，你慢点，慢点，给你擦擦。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非要上班时候把我叫住？我跟你说，你那个班可千万别再去上了，赶紧辞职吧。是主要叫你来的吧？童卓瑶，那个人就是打碎牙往肚子里吞的人。我知道他很为难，但是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你们公司的幕后老板是谁吗？是钟立涛。不可能啊！公司合同上写的企业法人根本就不是他。再说，我也没有听公司人提起过。你听谁说的？我还不是为了你把袁振明灌醉了，从他嘴里给套出来的。你想想看啊，就你在钟立涛公司工作这一条，皇太后就可以把你咔嚓了。更何况童卓瑶还不管不顾的帮你签了合同，那可是帮钟立涛公司签的合同呀。你说这皇太后知道了，能不住进医院吗？难怪说让我辞职的时候那么小心翼翼的，还不是为了你那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安全感呀。你说，如果有一天金河和同事成为了竞争对手，你会对我手下留情吗？不会成为对手的，因为你是我爱的人。但是如果我让你为了我放弃你现在的工作，你愿意吗？阮曼君，你看着我，我告诉你，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我都不允许你跟我分开，知道吗？辞职就辞职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送外卖啊。
等一下还有个会要开，要不你去车里等我一下。我决定辞职了。我想明白了，不能用别人犯过的错来惩罚你，这对你不公平。你是想说，唐先生，谢谢你爱我。 谢谢你选择我。好了，快去忙吧。嗯。可是我舍不得你。好啦，我等你。 等我啊。 喂，静姐，受伤了。好，我马上过来。嗨，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变成这样了？我看看。哎，不用，就是自己不小心。现在医生说没什么事儿，就是活动有点不方便，所以这不是在请你过来帮我签几个合同。我可能帮不了这个忙。我今天刚辞职了。因为我吗？当然不是。这样吧，我辞职好吗？因为你好不容易进了市场部，你不能就这么放弃，不能。是我自己的原因，静姐。你知道吗？这个月月初我耽误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到了月底公司考核，我自然而然就会被开除了，你也就自然看不到我了。我会消失的，不用这样。行，不说这样，那你能在辞职之前帮我这个忙吗？算了，当我没说过。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月初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至于耽误这么多的工作。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你一直在我身边帮着我。现在遇到困难了，我也不能走开啊。对不起啊，婷姐。你好不容易帮我争取到的工作，我也没有好好珍惜，反而还要辞职了。这算是我能帮你做的一件小事吧，也让我心里能够好受一点。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希望每天能看见开心的你。谢谢。谢谢你。我去工作了，好好休息啊。谢谢。那要有什么事儿，你再给我打电话吧。好。拜拜。
林叔，跟陈经理说一下，那封辞职信就当没收到。啊，对，还有，别忘了告诉外公，我该做的事我一定会做的，但唯一的条件，阮曼君不能离开静和。谢谢，谢谢你。幼稚，他以为他在和谁谈条件？要不我到金河打个招呼，再拖一阵子，等把事情办成了，再放他。你也糊涂了吗？他这么拼命的要转进市场，他怎么会突然辞职啊？肯定是佟卓瑶察觉了什么。但是目前来看，佟卓瑶还是签了合同，阮曼君还是发挥了作用，晋杰的办法也是有用的。如果我们不答应他，我担心。我也担心他一时想不清楚，再耽误了事情。等他把该做的做完再说吧。好吧。过几天辞职，可辞职的事，晚上回家吃饭吧。好。不是吧？哎，你们快看新闻，同事出售低劣钢材，仓库被查封了。你好，请问童总，请问一下，请问童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看看他的童总还没有回来，没在公司现在。张先请回吧。童总真没在公司，真没在。好，张先请回吧。童总，记者都堵在门口，说是非要见到您，都没法干活了。新闻报道不是都已经铺天盖地了吗？他们是海鲜素材不够吗？我站在外边空口无凭说一些不疼不痒的话，有什么意义吗？可咱们是被冤枉的呀！我当然知道被冤枉了，不是都说没有确凿的证据了吗？下面人都在会议室等您开会。我现在没有空跟他们吵架。对外公告，同事从现在开始停止所有的对外业务，彻底彻查这一批钢材的问题。你要尽快帮我查清楚钢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有，我们一旦开口，就不能给任何人留下质疑的机会。知道了。我能不着急吗？哦，我先不跟您说了。观众朋友，同氏集团劣质钢材事件持续发酵，究竟内情如何？本台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同氏员工，请看报道。据建筑工人向质检部门举报，同氏集团在建大厦时所使用的钢材皆有质量问题，经有关部门核查以后，确实是不合格钢材。
多多，你赶紧帮我给袁振明打个电话吧。我给卓瑶打电话，他也不接，给他发信息，他只给我回没事儿。发生这么大事情，怎么可能没事儿呢？他肯定是怕我担心，所以才什么都不跟我说的。我跟袁振明约法3章，这第1条就是不过问关于工作的任何事情。哎呀，再说了，你去能帮上什么忙呢？你还是好好想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辞职的事吧。我给他打电话就是想说这件事儿的，谁知道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现在跟他说，不是给他添乱吗？我就想，也不差这几天，过几天再说吧。也是。出公告了，糟了，真的出大事了。不行，我去当同事。哎，你别去啊！你疯了吗？你这个时候去同事，皇太后没准就在佟卓瑶身边，你这自己不是送上门吗？姑奶奶，我怕了你了，我给袁振明打电话啊。喂，那个，我看了新闻，同事好像出事儿了。你又帮不上忙，我现在正开会呢。听到了吧？我先回公司。阿姨，您先别着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有问题的钢材从哪儿来的？你查清楚了吗？我已经在查了，我知道该怎么办，您就别跟着担心了。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啊？公司这个时候资金本来就紧张，要是查出来真的有问题，你现在这种情况，你拿什么还啊？还有那些正在进行的项目，要是真的确认咱们公司出的货有问题，谁还和你合作呀？到时候资金链断了，同事就完了。阿姨，您先别着急，不如我让我爸跟他们谈谈，他们合作那么多年，应该会给面子的。太好了，洁白，那先听我不用了谢谢你爸。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影响的面越大，我们越应该给所有人一个公开的结果。如果在这个时候私下打点，只会让别人觉得我们有问题。到了那个时候，才真的没有人愿意跟同事合作了。可是调查是需要时间的，在这段时间他们刚好可以找其他的公司合作。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红叶可以担保同事，至少可以让他们持观望的态度，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调查清楚这件事情了。同事的问题，我自己可以解决。洁白说的有道理呀，你不要一意孤行。洁白，那就先替我谢谢你爸爸啊。你什么态度啊？如果你非要什么事情都干涉的话，你干嘛非要把我留在公司呢？您是不是怀疑故意有人安排这批钢材进出，然后包围记者？这么短时间，从公司到记者，一切都刚刚好，肯定是花了大价钱。这批有问题的钢材都是这样点进来的。最后进来，就是最早出货。我是印尼这一批。作为同氏集团的一员，请问您对同氏使用伪劣钢材一事怎么看呢？上面的领导反复强调要节约，做建筑的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节约就是偷工减料。虽然有安全隐患，但下面的也只能照做了。谢谢。作为同氏集团的一员，请问您对同氏使用伪劣钢材一事怎么看呢？上层领导反复强调要节俭，做建筑大家都知道，所谓的节俭就是偷工减料。
虽然知道有安全隐患，但下面的人只能照办。喂，喂，周瑶，同事是被陷害的，新闻有问题。我已经知道了。我等一下还要回趟公司，你就别等我了。喂，你说，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你。我知道了。挂了，走吧。这批钢材本来就是给姓童的准备的，当初给的低价不收，现在躺在他仓库里，还了我高价。你说这是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能把同事那个经理给管好，让他别乱说话。放心，他吃了我那么多回扣，堵得住他的嘴。再说了，证据在我手上，他不敢乱说。倒是我怎么也没想明白，你用什么办法让这姓童的把合同签了？事情我是不是已经给做到了？嗯，多分我10个点呗。我要钱，没毛病。反正都是那姓童的出钱，明儿我就打给你。走，你喝吧，喝不了酒，你随意。就这样待在我身边吧，才不要让任何人利用你，伤害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是不是等了好久啊？我累了，我们睡吧。我还有话跟你说，等一下，先给你吃饭汤。
主要看看付款比例还有交付时间，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赶紧找他们签合同了。这儿倒没什么问题，关键是我特对不起你，出了点小状况。徐总出差了，去新加坡了，可能过2天回来。什么时候走的？刚走，助理上午告诉我的，现在应该在飞机上。那走几天啊？最多3、5天吧，我觉得没关系。如果你着急的话，我来，好吗？没关系，也不差3、5天，等他回来再把事情办好吧。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大恩不言谢呗。等我腿好了，我认你差遣。行，那你这2条腿呢就是我的了，先好好帮我养着啊。尊重你。我先好好工作。爸，喝茶。啊，哟，你按摩一下。哎，哎呀，无事献殷勤，真没好事儿。您怎么这么说呀？我自己的女儿，我闭着眼都知道你琢磨什么呢。哎呀，哎呦，哎呦，这么不依，那你就给句话吧，帮还是不帮？这帮和不帮，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因为他是我爱的人啊。哎呀，你好歹也是一个商校的优秀毕业生，这怎么说起话来一点等价交换的意识都没有呢？啊？我现在跟您谈的是感情，不是商业谈判。好吧，既然你想得到，那你就得经营规划。现在就是个机会，有需求才有市场。现在通州窑有需求，你就应该很好的把握市场。我不怕他损失，我怕他损失的不够多。他摔得有多惨，爸爸都有能力帮他。只有在他摔得足够惨的时候，他才能真正的意识到你对他的重要性。好好想想吧。谢谢。拜拜，短板就2条腿，好好养伤啊。拜拜。哎，徐总，是我。合同的事不好意思，可能还得拖2天。到时候我联系您。谢谢。老弟啊，这次实在是对不住了。我知道很让你为难，但依照同事这么多年的信誉，应该值得你再等一段时间。不是我不信任你，可公司这么大的项目已经开工，这等一天就是上百万，我也要和股东们交代的。你就别让哥哥为难，下一次咱们再合作，你开价我保证不还价，你看可以吧？哎，李总，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真的是很有。那就这样吧，咱们说好了，下一次。好，告辞。慢走。彤彤，这已经是拒绝咱们的第3家了。要不咱们再争取一下，别人家一说不行，咱们就撤。做生意最终的目的，大家都是为了盈利，只能怪咱们出事的时间不对，还是尽快查清楚。实在不行，咱只能找红叶帮忙了。从来就没有这个选择。
该干什么干什么，走吧。不能再等了，你赶紧给洁白打个电话，让他跟他爸爸好好说说。这种时候，能帮忙的也只有自己人了。出了事情，你从来都不会想怎么去尽快解决，永远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除了我，谁是自己人？你不打我打，我亲自打给老叶，我就跟他说，他女婿求他帮忙。麻烦你给我找一下叶总。对不起，叶总正在开会，结束以后回复您。你看看，你自己好好看看。要不是你整天这副冷冰冰的样子，他能这样啊？你要是听我的话，接风那天就和洁白把关系定下来。我告诉你，他现在都主动找上门来帮你，我何至于还为别人挂电话？再跟你说一遍，我跟洁白不可能有任何的关系。跟我有关系的人，他只能是阮曼觉。他已经辞职了，我们接受了你的要求。我希望你可以尊重我们，不要再把你个人的意愿强加给别人了，好不好？他辞职了又怎么样？我也没答应你可以娶她呀。童卓瑶，我今天就把话跟你说清楚。能进我童家大门的人，只能是叶洁白。你知不知道他下定决心辞职有多难？你这么出尔反尔耍人有意思吗？你少在这跟我吼！你给我睁大眼睛，好好等着看。童家落难的时候，能帮上你的人究竟是谁？喂，阿姨。洁白啊，阿姨订了一家餐厅，卓瑶忙得走不开，你陪我去吃个饭吧。啊，阿姨，不好意思，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要不改天，我请您。你哪里不舒服了？阿姨过去看你。啊，不用不用，我自己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你在家里等我，我现在就过去。真的。黄鼠狼给鸡拜年，安不了什么好心。夫人，您的快递。谁寄的？上面没写名字。看一下吧。好。跟我有关系的人，他只能是阮曼觉。他已经辞职了。到底是谁出尔反尔，戏弄别人？哎，你的文件夹。谢谢啊。小张，去公司。这批钢材的检测报告，跟冯博文那批有问题的钢材检测报告完全一致。不出意外的话，就应该是冯博文了。没有意外。这个事情先不要声张，我要很明确的证据。接吧。喂，我现在不想跟他吵，帮我拦着他。夫人，您来了。
找童总是吧？童总没在，跟客户开会去了，估计今天都回不来了。他约在哪里？哎，夫人，童总现在应该正在开会，跟人家商谈合作的事儿呢，挺紧张的。要不您看待会儿再给他打，或者等他完事儿，我让他回给您。让他回家找我。夫人您慢走啊。去吧。哎。回来正好。来了。你够可以呀，冉曼君。你这就在我儿子家登堂入室，啊？不是的，是主要最近太忙了，我来。你不是应该也很忙吗？要工作，还要瞒着，不让人知道。你以为你撒谎骗得了我儿子就万事大吉了？我告诉你，你骗不了我。我没有骗他，是他太忙了，我还没有时间跟他解释呢。你解释得清楚吗？啊？你弄得卓瑶天天跟我吵架，连安排好的亲事他都不答应了。你还在这里做什么饭？啊！我告诉你，这是干嘛呀，妈？你在我办公室闹还不算过分，还跑到我家来摔东西。你别跟阿姨吵，我们俩在一起有什么错呢？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要找他的麻烦呢？他现在为了你把工作都已经辞掉了，你还要怎么样呢？让我满意。好，我让你看看。我让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亲眼看着他从公司走出来。现在还要说他已经辞职了吗？卓瑶，你听我解释。你不用解释了，这还不够清楚吗？让你走，你没听见啊？出去！让我发了疯，就快要懂你，你出现我才能呼吸，想见你，时间判我无知都是 everything， 与我们 everything 的意义。心都拿去，我和你，那爱得太用力，误入禁区，是了，是了，让我发了疯，我发了疯，就快要掉了你。
才能呼吸上阵日。时间判我无期徒刑。我们就快要到了你出现，我才能呼吸上阵日。时间判我无期徒刑。我们其实，如果你真的做不到，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骗我？佟总，怎么样？查好了吗？我查到了，是杨经理在合同上动了手脚。他瞒着您把字签了，他以为这批钢材很快就能转手出去，没想到闹这么大动静。他一定不知道自己被冯博文当了棋子。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发个公告，让有关部门详细调查？先不用。这一次我要确凿的证据。我不能再给冯文这个败类任何的机会，懂吗？嗯。哦，还对，您让我查的那个戴静杰也查到了，他是今年爱默里大学毕业，回国以后正巧就赶上了竞合面试，然后就进了竞合。他本人没有任何疑点，跟钟立涛之间也没有任何交集。我的直觉告诉我，不止这么简单。先从查冯博文开始。出这么大的事情，肯定会耽误工期，但是我一定会尽快解决。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我肯定是相信你，但是身后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你，其他公司趁机也是一再接触，我也是为难。能为你争取的只有1周的时间，你要尽快。1周够了。来，送我回家吧。好。戴景杰跟钟立涛。跟着。所以我现在的计划，就是趁着同氏一团糟的时候，让博雅和金河联手抢占同氏的市场，切断他的后路。但您必须要让林叔向下面交代一下，这样我好操作。不行，这样会暴露你身份。不会的，
真的不会的。我跟冯伯文那边只是单线联系，而且我还告诉他，我想多要几个百分点，让他以为我是一个想要钱的人，才跟他合作。他不会往其他方面想，放心。还算聪明。这个时候能留在钟家，说明他们的关系不一般啊。我们可以走了。对不起啊，童总，是我没查清楚，我没找到跟戴静杰有关系的人，只能从工作上出发。没想到他跟钟老关系这么亲密。我让你查戴静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牵扯到曼君的？你忘了告诉我的。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戴静杰跟阮小姐的关系确实挺亲密的。阮小姐市场部的工作就是戴静杰帮着争取的。童总，要不要把戴静杰跟钟立涛的关系告诉阮小姐？处理好你自己的事情。再去帮我查一下冯博文和戴静杰，他们有没有接触？还有冯博文那批钢材的事情。我知道了。可以走了。宝宝，他的资料都在这儿了。你确定他是86年的？我查了好几份学习资料，都是一致的。他应该不是你要找的人。不过他跟阮小姐都是渔村的，到底是巧合还是缘分还是故意的，就说不清楚了。没事。喂，静姐，我已经跟客户约好了，现在去签合同。好。我没有跟你吵架，我约好去签合同。你现在都不想见我了吗？你口中那个脚受伤了不能走路、不能签合同的人，他昨天晚上在给别人当司机呢。你能不能不要同情心泛滥了？我亲眼看见他脚上打着石膏，坐在轮椅上。我不想跟你吵架，我知道你心里生气，我也答应你了。我说我签完合同我就会离开金河的。所以说你宁可信他也不信我，是吗？是你不相信我。你应该知道我做了多大的努力，我才决定，我要决定辞职啊。可是你呢？你怕我留在金河碍事吗？还是说你真的怕我做什么事情来背叛你？你不需要辞职了。我们两个分手吧。
你知道自己会难受，干嘛要跟人提分手啊？其实我知道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一份工作了，我让他去辞了工作，他会不舍得，他会觉得很不甘心。这些我都懂。只是我不想他被利用了。你不觉得，如果我连最起码的安全感都不能给他，又何必要在一起呢？那他知道吗？他知道你这么做为了什么吗？如果不知道的话，你想过他得多内疚、多难受吗？你还说给他安全感，你就这么轻易跟他说分手？他在你这完全感受不到安全感。我觉得你应该跟他好好说清楚。行了，别说这些了，陪我喝酒吧。是你不相信我，你应该知道我下了多大的决心才决定要辞职的。可是你呢？你不需要辞职，我们两个分手。我告诉你，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我都不允许你跟我分开。陈先生，谢谢你来。谢谢你选择我。你的主意真是绝了，我低价出货。那些跟同事签了合同停工等着的，就都找到博雅。哎，倒是你那边抓点紧啊。这样吧，你再多分我10个点，然后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好啊，没问题。有钱大家一起赚了，但你要尽快。我随意。谢谢。哎，林叔，是这样，新加坡那批钢材我准备填仓了，你帮我催一下。还有，这次就别告诉我外婆，事成之后我想给她一个惊喜。谢谢。他们之间联系有一段时间了，估计金河也脱不了干系。好大一盘棋啊！他们故意做了假的公司资料混到文件里边，让曼君带回家，就是故意让我看到。所以当时杨辉找我签字的时候，我才会忽略掉。
相信这个事情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一定是被利用。你相信他？那你怎么解释他直到现在还没有离开金河？我不解释，我跟他已经分手了，他的事情跟我没关系。童卓瑶，你以为你这么一说我就会信吗？那你告诉我，冯博文为什么要这么做？事情从一开始就是因为阮曼君这个祸水，你到现在还要告诉我，他只是被利用吗？啊，我既然在我爸下葬那一天我已经发过誓了，我一定会保住童氏。我说到做到。我希望你不要再为难任何人。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把倩念和文文的都还上。凭什么？凭什么？那我这么多年受的委屈谁来还啊？凭什么他们父女看上了我的老公，我就要委屈自己让给他们？你放心，我一定会守住我们的童氏。洁白啊，你上次一说你身体不舒服，我就特别担心。但是你也知道，刚巧公司又出事，我和卓瑶都走不开，所以今天一有时间，我就赶紧过来先看看你。等过几天公司不忙了，我让卓瑶来陪你。啊，真的没事的，阿姨。倒是我不好了，公司这么忙，还让您亲自跑一趟。就是啊，要是你能早点嫁过来，我就不用这么两头跑了，对不对？所以，我还得找你爸爸好好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担心我们童家亏待他宝贝女儿啊？不是的，阿姨。其实，阿面一直把我当妹妹。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走进他的心里。而且，这次我回来，我觉得他还是那样。他是不是又有喜欢的人了？不会的，怎么可能呢？你放心，洁白，阿姨可以给你保证，我们童家的儿媳妇儿，只能是你。喂，你好。我来就想跟您说清楚，我跟卓瑶已经分手了，您不用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你害他让童氏陷入这么大的危机，你觉得你还能蒙混过关吗？如果这么说能让您心里好受一点，我不介意。不用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自己的儿子我了解，他认定的事情从来就没有那么容易放手，只是我没有时间等他慢慢明白之后再放弃。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你应该去找他。当妈的有义务帮孩子理清障碍，只有你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从此不再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他才会死心。当然，我会补偿你的，只要你愿意离开，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安排好。你应该相信，我是有能力让你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吧？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这对你来说，是一笔收益非常不错的买卖。凭良心讲，我开出的条件，总该比
让你做伪证好，也一定比那些利用你的人给的多吧？也许感情在你的世界里面，不过是笔生意，可以任由你自由买卖。可这是我的感情，你没有权利插手，请你尊重我。想当年欧菲跟你一样，清高，有骨气，可是最后呢，不还是拿着我的钱走了吗？只是他太不聪明了，毁了容，他才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李女士，您这是威胁。意外而已，生活中总会有意外的。难道你就为了要让别人按照你的安排方式去生活，你不惜毁了他吗？你别道貌岸然的批评我，你还不如欧菲呢。欧菲在火中烧伤，眼看着卓瑶为了救她差点丧命，她出了医院就主动跑来找我，安排她离开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她不想让卓瑶再次为她受伤，至少她还是爱卓瑶的。可是你呢？除了麻烦，你给卓瑶的还能有什么？那您呢？你真的爱卓瑶吗？你知道她心里的痛吗？她一直因为父亲过世的事情不能原谅自己，心里再苦但都要撑着同事。可是您呢？她只不过是想要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已。你不觉得您的爱太自私了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缠着卓瑶是为什么。说我自私，你真没有资格。夫人，没事吧？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我现在通知童总。别告诉他。好了，我也是了，送我回去吧。来了，是冯博文干的。卓瑶公司出事了，我知道是冯博文干的。怎么回事啊？说清楚一点。我跟你说，冯博文找了同卓瑶公司的经理，里应外合，弄出了那批有问题的钢材。难怪他妈那样说我，主要怎么什么都瞒着我。而且现在冯博文在市面上打压钢材的价格，把同卓瑶的客户都给抢走了。而袁振明说，同卓瑶刚刚签了合同，面临巨额赔偿，现在没有资金链了。这样撑不了多久啊！一旦资金链断怎么办？就是说呀，资金链断了可怎么办呀？我有办法了。你有办法？你干什么呀？这个加上我可以让冯博文进监狱了。阮曼君，你疯了吗？你还想为了同卓瑶再把自己搭进去啊？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可是你不能再为了一个男人把自己给搭进去了。不管怎么样，也是因为我不能看着他不管了，对不对？曼君，你清醒一点。就算你把这些资料都交过去了，你也顶多为他争取一点时间，但是那点时间对于童卓瑶来说根本就没用。只要他可以还童卓瑶清白，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他，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哎，等一下，给我，不能给他。冯博文那个王八蛋根本就不讲信用。这个先给你，你把这个给他看，你跟他谈妥了之后，这些我再给他。哎，小姐，不能进，冯总他。我前女友来找我约会，你先出去吧。嗯，是。同事刚才的事情是你做的吧？你有什么证据吗？你不是最讲究证据吗？哦，对了，
有时候证据也会害死人的。只要你主动澄清，还同事清白，我会尽量劝说童卓瑶不追究你的责任。阮曼君，你糊涂了吧？你看清楚你在跟谁说话。我实话告诉你，我就是看不惯那姓童的一副纨绔子弟的模样。他凭什么跟我争女人？凭他是个富家公子哥？凭他们家的老底？告诉你，我的女人，不管我要还是不要，他都没有资格来跟我争。舞会上的事情，我替他向你道歉。你是来求我的吗？哦，你是来求我的。曼君啊，我冯博文再不行，也不会让我的女人为了我向别的男人求情。现在后悔了，还算来得及。求我，好好求。让我求你是吧？看清楚，钱也没有用，这只影响我。童卓瑶要有任何事情，我不会让你下半辈子好过。你疯了吧？是啊，我是疯了。童卓瑶，至少童卓瑶不会利用对他的爱，也不会拿我做挡箭牌。你在哪儿找到的？你忘了，是你给我的。你应该知道我会把他送去的。你在威胁我，阮曼君。你搞清楚，如果我因为这个坐牢了，谁也好不了。如果你想玉石俱焚的话，我陪你。事情会有真相大白那一天的，我们走着瞧。童总，把他交给警察吧。童总，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知道是我的错，但我也是不得已。冯博文揪着我拿回扣的事不放，让卓远的张经理证明我拿了15个点，告我贪污巨额公款。拿回扣你对了是吗？你觉得这是理由吗？童总，我在同事这么多年，从来就没犯过这样的错误。要不是我母亲重病急需住院，我也不会拿这1个点的回扣。我也没想到，这个结果会是这个样子。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给公司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你现在还差多少？童总，我们不报案，不调查，没办法出公告，没办法跟外界解释。从现在开始，你母亲的病公司来出钱治，直到治好为止。但是我给你3天时间，你去安排好所有的一切事情，自己主动去自首，这样可以减轻刑罚。出来之后好好照顾你母亲。谢谢童总，我一定把我知道的通通坦白，我会让冯博文受到惩罚。你出来之后啊，要好好做人。是。去吧。童总，很多事情不是只有对和错。如果今天在这里换成是你和我，我们一样没得选。多多，头少爷出事了，阮曼君拿着票据和电脑去报案了。跟我来。
曼君，东西给我，曼君，把东西给我。你把东西给我，曼君，我求你了。放开我！给我！我求你了。放开我！冯波，冯波。曼君，你想清楚，你要真这么做，我这辈子就完了。冯波，你给我听好，我保证你这辈子再也不会有机会在这里跑。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证据，可至少可以帮你争取一点时间。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冯博文会坐牢。到时候再也没有人故意低价竞争，公司的危机就解除了。你知道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对不起，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么多。周文君，你在干嘛？你是想毁了你自己吧？冯博文说过会与时俱繁，我等着跟他一起还付出一个清白。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用不着你管我。我们已经分手了。周文君，就算没有这些证据，我佟昭瑶的事情也不会牵连到你，你所担心的事情更不可能会发生。可所有的事情都是因我而起。你妈说的对，我们就不应该在一起。我告诉你，不管我妈跟你说了什么，就是你答应过我会一直在我身边，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怀抱。佟卓瑶真的把证据交出去，就是往死里整我，那我就玩完了，阮文君也完了，大家都完了。你先坐下来，先坐下来，自己先别乱，把那批货的钱先给结了，办法有的是，你说呢？谁？哎呀，睡美人觉觉喽！你怎么回事啊？啊？一谈恋爱，这脑子就像缺根筋一样的。哎，把自己和盘托出了。因为冯博文伤害我爱的人，而且是一个连我自己都不忍心伤害的人，你知道吗？这话算的。不过这样也好，佟卓瑶呢，通过这件事情，就完全明白了你对他的真心，他呢也会更加的爱你。哎呀，可是他妈妈说的对啊，我什么都帮不上他，只能给他带来麻烦，根本就不配做他的爱人。他妈妈是皇太后吗？他妈妈说的话就是圣旨啊。可是佟卓瑶不是小皇帝啊，比流放的庶子还可怜呢。
我看你呢，还是担心你自己啊，不要到时候又被别人抛弃。被人抛弃也挺好的。让新加坡那批货先停下来吧。就这么放手了？如果再逼童卓瑶，金河也完蛋了。想个办法偷点证据给他。为了阮曼君，能不能让阮曼君出差呢？或者出国？离开这儿，行吗？老爷说的没错，儿女情长会耽误的。少喝点儿。喂，多多啊，静安死了。他是主动提笔诉讼挡了那一刀，算故意伤害。叶莲还不满16周岁，他会判决送请。别说了，批宿舍，王八蛋！大哥，怎么了？静安那么好，凭什么？爱一个人有错吗？好了，没错，没错。外公，您怎么来了？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外公吗？昨天应酬来着，喝多了。还撒谎？什么应酬啊？多少天没到公司去了，还什么应酬？脚骨折好了吗？好了，没事了。我跟你说啊，冯博文的事你是保不住了，你赶快仔细想想，你有什么把柄在他那儿？冯博文，没有啊，没有任何把柄。他虽然答应跟我合作，答应挺快，但我们之间一直没有过交易，更谈不上什么交易记录了，所以没有把柄。还自作聪明，要不是我拦着，金河都被你扯进去了，知道吗？金河现在不是没事吗？哼，还笑。来享受你胜利者的喜悦吧。童卓瑶，现在是调查，如果继续玩狠的，万军就毁了。
你以为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郑军，我会替付叔留好。我想我还是不够了解你，所以我说。但你没有我了解曼君啊。我跟曼君都是穷人家的孩子长大的，他根本不会爱上谁，因为从小穷怕，缺人疼少人爱的滋味你不懂吧？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能把抓在手里的东西都紧紧地攥着。从前是我，抓不住了，才是你。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你啊，因为你，我才知道他有多在乎我。他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我。我也不怕告诉你，要不是你让他彻底绝望，他怎么可能会属于我呢？你到底想说什么？你以为我们两个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是从你来我办公室那一天，是吗？但我告诉你，你错了。那天不过是我为了刺激他，撒了一个谎而已。你知道吗？他被你在网上黑惨了，所以连工作都找不到，只能去送外卖。他宁可委屈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你半句坏话。而你呢？你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也怕自己的丑闻被揭露，也担心他报复你，所以你像一个疯子一样，气急败坏的在所有人面前来羞辱他。就算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你还在质疑他曾经跟你在一起是为了钱，你还真可怜。他一直拿陈福的事儿查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女人啊，别得罪。古人说的对，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女人报复起来，真可怕。你的心是黑的，所以眼睛是瞎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对于你来说付出了什么东西。他失去了学业，失去了爱人，他甚至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他现在都不敢再爱一个人了。冯波，你为了那么点钱，你值得吗？你为了自保，把一个真心爱你的女人折磨到了谷底。你算什么男人？说够了吗？羞辱够了吧？别炫耀了。胜者为王，败者寇，这个道理是个男人就懂。不过我提醒你，你搞清楚，你一样在伤害他，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但是我不是你。我会好好的保护他，好好的珍惜他。我更会好好的去爱他。如果你非要鱼死网破，把所有的事情都翻出来，我同昭就算赔上所有，我也会奉陪到底。
我们俩再也不要分手了。对自己说晚安，中午醒来吃早餐，苦笑着一切早就习惯。我爱我了过沟，静静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我爱我没理由，一个人太久，那么就让我抱紧我。好了，现在不是一切都过去了吗？痛苦和快乐都能将你打败，我再也不会放手了。在没有人分担之前，对自己说乖晚安。嗯。中午醒来吃早餐，苦笑着一切早就习惯。来给你画画吧。嗯，好吧。还有一个什么呢？没有暴雨狂风，我爱我没理由，一个人太久，那么就让我。本报讯，博雅公司总经理冯博文因涉嫌伪证罪、诽谤罪、伪造国家公文印章罪等多项罪名，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经调查，当年博雅公司商业机密泄露事件的证人阮曼君所述证词系被冯博文断章取义，设计陷害，被告人陈福得以昭雪。我和你说的很清楚了吧？戴静姐，什么意思？印尼的假公文是他帮我做的，当时他留下把柄，所以一点证据都没有。他就连跟我联系的号码都不是本人。你确定是他？看来你已经知道了。那你们的交易记录呢？他一直让我认为他是为了钱，但结果我被人拿着当枪使了。你好好想想，到底是哪儿得罪了人？我没时间去帮你验证。取保候审虽然没什么用啊，但是最起码可以让你再自由几天。能帮你的，我就帮这么多了。我请你帮我最后一忙。这车当年是买在曼君名下的，现在正好躲过了资产清算。我知道这不算什么，但你也清楚，我现在一无所有。我劝你把这个收回去。曼君他只要有我，就什么都有。我现在不敢进曼君，我知道，我欠他的不只是一句对不起。等我12年之后出来了慢慢还。兄弟，
完全好点。谢谢。等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把这个还给他家人。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给我来一台。你别再跟我说他不是为了你的钱，只是你没给到他的心理价位。我早就说过，他不过是下一个欧菲。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我一定会问清楚。这个还给你，小渔村一直留在我心里。这个你留着做纪念吧，它是属于你的。哎，经理，曼君呢？他辞职了，辞职报告早就打了，帮你签完合同，昨天收拾的东西。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他不在，他没来我这儿。他除了你这儿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吗？难道？你也知道啊，那赶紧出去找啊！等一下，我要去。没有，找不到。继续找。你也有钥匙，你们都有钥匙。这是我家吗？说好今晚一块儿吃饭的，你没回家，打电话打不通，老爷子着急了。那你说好的帮我的事儿你干了吗？说好的让阮曼君留在泾河，为什么今儿我一上班人没了？老爷也有他的为难。你甭跟我说那个。从小到大，我只知道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去拿回来在同州窑那属于你的一切。我现在还没拿呢，人就已经没了。是林陆云。再见。走吧，快赶紧。太爱你，恨不得你把我心都拿去。我恨你，当爱的太阳里误入禁区，失了，失了，让我发了疯，让我发了疯。就快要冬眠，你出现我才能呼吸，想见你，时
间判我无知都是 everything， 与我们 everything 的意义。王俊，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可以跟我说清楚。说好。你是在记什么是吗？阮曼君。我发了疯，就快要掉了命，你出现我才能呼吸上真。曼君他那次明显就是整个人都不在状态，而我竟然没有反应过来。小满环，你到底在哪儿？就在飞机上遇见李了呢，就当是缘分吧，就先留着吧。谢谢你啊，我可以在您的餐馆打工帮忙，算是付房费。好啊，那你就先休息吧。好。为什么是巴黎？没钱退学的穷学生，也算是翻身了。这笔钱足够支付你学费了。就算要继续留学，我也绝对不会用别人的钱。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1年之后，你可以离开巴黎，去任何你可以去的地方，唯独不许回到这里。更不允许再见卓阳。你别忘了，你曾经在这里是怎么答应的爸。
你说过你会管好同事，你现在真的是这样在做吗？阮曼君已经拿了钱走了，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要是你真的要再一次为了一个女人抛弃一切不管，那你就是不管同事和我的死活。If you know that I will always by your side, will you reach for me or will you stay behind? If you give me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life, and I swear I'll never ever make you cry. And I believe there is an angel deep in your soul. So now please close your eyes and trust yourself inside. I can survive all the pain. I can give you all my faith with all my fortune. 你在哪儿？为什么不告而别？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如果我愿意的话，我们会是永远的朋友，对吗？你 I can survive all the pain. I can give you all my faith with all my fortune. I swear. 不管你在哪儿，告诉我一声，好吗？让我知道你一切安好。谢谢。 I can survive all the pain. I can give you all my faith with all my fortune. I swear I'll make you shine. That's what I can do. How I love you, my love. 老公，回来吧。不好意思。快坐，金姐。哎，吃饭。谢谢。翅膀硬了，不想回来吃饭就不要勉强。外公，我想离开泾河。你说什么？我说我想离开泾河。他走了，你就不干了？你把泾河当什么？不要忘记啊，当初是你自己要过去的。不行，事儿搞得现在那么大，我其实可以全身而退的。但是我不保证冯博文他就能老老实实把嘴给闭上，所以万一佟卓瑶要知道了，我在泾河一点意义也没有，对吧？我早就跟你说了，动作不要这么大了，你就是瞒着我也要去做，也要由着你帮衬你。眼看同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弃。我说我离开泾河，并没有说我们要放弃这个机会。说说吧。
冯博文是用低价切断了同事的一批客户，但是仍然有很多的公司在跟他们合作着。那现在由您外公亲自出面，让那些已经开始对同事有疑虑的，并且是中式的合作伙伴们彻底切断同桌药的后路，不就成功了吗？吃饭。工程款已经上报1个星期了，财务部迟迟没有拨款。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工人等着开工呢？不是我们财务部扣钱不放，前面的巨额赔款已经把账面上所有的流动资金都调走了，销售的回款也没有到账，我们也是无能为力。我们也想快点回款，可童总一直不同意降价，我们有什么办法？还不是眼睁睁看着客户另寻他价。我再重申一遍啊，同事不可以进行低价竞争。我们的钢材没有任何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低价竞争只能证明同事有问题。可是童总，大家其实可以看出来，目前的状况，所有的事情针对同事来的。如果我们低价竞争来应对的话，最后只是两败俱伤。可是童总，资金问题再解决不了，这工程很可能就留不住了。工程它只能姓童。爸，同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您真的不管吗？事不关己，有人要落井下石，那我只能看童家是否能自保了。您让他自保，不就是让他坐以待毙吗？您明知道他不会卖掉那个项目的。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爸，您就帮帮他们吧。傻女儿啊，他同桌瑶根本就不值得你来求我。只要能帮到他，做什么都值得。您要是不帮，我就想其他的办法。站住！我不能让我的女儿为了他去求任何人。你马上给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加拿大，我让喜佳来接你。我不回去，我好不容易毕业回国，可以在他身边，我才不回去呢。正是因为他心里没有你，我才不能看到你越陷越深。我本来就陷进去了，只要我不放弃，他一定会看到我的。你敢保证，他忘了那个阮曼君了？他只不过是又一个欧菲，我不想让自己后悔。你若真想让我帮他，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无论我怎么做，无论我做什么，你都不能心慈手软。你若真想得到童若瑶，就必须在这场大浪里推波助澜。还有啊，林露云这2天肯定会约你我吃饭，到时候你答应他。要不我再去催催？再等5分钟。希望我们这次的合作很愉快。和您合作，我当然心里有底啊。啊，原来童总也在。抱歉，童总，我们和中视已经。后生可畏啊，不过到底是年轻啊，还没学会企业最重要的就是信誉。那是因为我们公司钟老教训的没错。作为晚辈，我的确应该跟您多学习。这些都是最后几家跟同事有合作意向的公司。重点我都拿红笔已经标注过了。一锤子买卖，
跟外公说一下，别在价钱上浪费时间。等到同事无力回天以后，我们想开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今天老爷当着佟志尧的面拿走了严总的合同，他当时特别的冷静，好像有了什么对策。除非同事不姓佟。阮万军，你帮我查了吗？在哪儿？老爷不让管。我该做的我都做了，你们也看到了。但是我要找的人，我也一定会去找的。如果我去为了找我的人，耽误了这些大事儿，谁知道呢？借酒消愁也没有你这么喝的呀。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每天逼着自己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见自己不愿意见的人。我就是想为了让所有人都满意。可是谁让我满意了？谁不这样活着呢？哎，等过2天我那个未婚妻回国，你陪我一起去机场接她。到时候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不得不见的人。我都不怕你笑话，我都怕去机场接错人了。我不去。